好，我们今天来玩一下英式和平模组的因果。粉丝的要求是走一下左线啊。看了一下左线一共有2条路，一个是工人联盟党激进派，还有一个就是温和派。这2个选谁区别应该不大，左边能拿4个民工还是挺赚的。在视频开始前，简单宣传一下赞助本期视频的粉丝，大家不想看可以直接快进。这位粉丝叫拉面布丁，是我的忠诚粉丝，目前在刺猬猫连载小说《不死魔女们》的某指挥官，设定背景是后启示录的朋克时代，有类似英式和平中的帝国王朝贵舞，也有赛博朋克城市。主角是一个能一拳打死长鼠阿诺的壮汉，将带着性情各异的美少女在这垂暮的世界掀起风云。作为一个老写手，已经写了7年书了，有点本事，不多，很坐牢，但也不曾太监。非常苦恼，希望静坐救我，让大家帮我套上金盾，如果能有所存，日后定来还愿。定制视频和静坐 PVP， 请大家看静坐奏。最后全程无广，愿大家享受静坐视频，身体如1453的君士坦丁堡一样坚固，精神如1945年小胡子一样安详。关于英式和平这个模组，我之前只玩过第2大陆军，其中给我的感觉就是它这个自带科技的刀锋少女还是很强的。不过它是特种单位，所以我们想要大规模编制的话，还是得卡上线。考虑到最终实战的意义并不是特别强，我们这局就不主玩刀锋少女了，还是正常的步炮加坦克。英国开局的工业能力也一般啊，只有64个工厂。前期先随便铺点民工吧，家里面基建还是挺高的。关于这个模组的科研界面，我不得不吐槽一下，它没有研究的科技是蓝颜色的，然后已经研究过的科技颜色都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科技有没有研究过啊，纯靠这个蓝颜色识别。前期没啥好说的，依然是老三样加一个炮，然后把世界各地的部队收集一下。开局32个师，是不是有点太少了？生产线的话全部取消，优先补充一下枪炮。这个模组多了一个补给的这个配置，我们还得再做一点补给。英国开局的船是最多的，我们就不单独造船了，就这个船够打全场的了，把所有船全部调回家，开始训练。英国的决议还是挺多的，首先是下议院会影响我们推行重要法案，然后前面几个决议还能送我们一些东西，比如这个补贴国有工业，直接送2个民工还可以。想让这些政党来支持我们很简单啊，只要花25政治点就行了。到时候有一些重要的国策要通过法案，就得靠这个了。然后是帝国邦联，这个有一个帝国紧张度的系统，不知道是干嘛的。总之就是让这些国家对我们更加亲近一点，到时候会帮我们打架。再往下就是国家事务了，这边点决议我们可以直接向一些国家宣战啊，前期可以靠这个来打仗。尼加拉瓜运河这个就不知道有啥用了，估计是运河修好了之后给我们加一个 buff， 那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它减少一点时间。最后是管理军队，这个就比较逆天了，我们堂堂大英军事现代化水平居然是落后的，需要通过150点陆军经验来升级，升级之后才是军事半现代化，要升级好几次才能把我们这个装备的造价减下来。关于我们现在的军事水平能在这个社会发展中看到啊，大概是第5个啊，一战军事给我们加了 75% 的坦克造价啊，也就是说我们前期得刷大量的经验把这个坦克造价降下去。第一个事件是这个艾老巴打算结婚，与这个海伦冯霍亨索伦啊，英国要和德国联合是吧？然后是乔治王子离世，他是这个卡耐基邦的总督，这边有一个小傀儡国。在这个模组的历史线中，法国第1次世界大战是失败的，所以他又重新开进了洛林啊。这边是成功的和霍亨索伦家族联姻了，然后双方加50评价。这个模组里面德国显然是大德的地图啊，不过上面这个石勒苏伊格倒是给了丹麦。右边这个匈牙利的地图也挺完整的，好像也不对，他特南西瓦尼亚怎么给罗马尼亚一块了？爱迪生引进采矿机器人，在这个时代机器人已经代替人来工作了。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领袖其实也是个半机械化的人，因为机器人代替人工，所以爱迪生电器公司大规模裁员了。
反而使我们稳定度下降了。然后是反自动化骚乱，人们冲进商店把机器人都砸了。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群众了，必须得出重拳啊，直接出动部队。威尔士戒严令，这边给我们触发了自动化危机。联盟崩溃，今天早上在国民联盟之中已有足够多的辉格党人拒绝承诺支持我们的政党，国民联盟也因此倒台了。这边政党是直接解散了嘛？也好啊，大家一起走了都好。随着联盟瓦解，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大选啊。因为粉丝要我们走红线，我们就尽量把这个工人联盟党给它选出来。选的时候直接选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就行了。经过我们一连串的选举，总算到结束的阶段，工人联盟党赢得大选，向新耶路撒冷前进。虽然我们现在变成了工人联盟党温和派执政，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变成这个激进派。接下来我们的国策树就解锁了。首先最左边就是我们这个政党的选择，然后中间是对于自动化危机的处理方式，右边则是这个军方掌权的情况，这个应该点不到。下方就是军事线了，军事线还是正常的海陆空，其中装甲和步兵互斥啊。看了一下，右边加的是步兵 buff， 左边加的是装甲 buff， 感觉步兵 buff 更香一点。3条线全部点完之后，能解锁这个全球之主啊，给我们再加一个科研槽。其他的一些国策树对于我们来说影响不大，还有这个二战打完之后的国策啊，我们这一集就先录到打完二战。这边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决议，轨道战争。英国和俄罗斯居然在太空竞赛啊！为了赢得轨道战争，我们必须成功发射一颗通讯卫星，并把人类成员送入轨道。这边是让我们组装发射卫星用的火箭啊。下面可以看到，这些决议是能找他们部件的。我安装了一个引擎，结果加了25%的失败率吗？关于这个研究点数是怎么增长的就不知道了，我们就慢慢等吧，到时候把这些引擎都给它换上。多数派政府在议会通过了全国复兴法案，解决了英国的燃眉之急。这边是出现了一个新法案，为期多少天不知道，因为这个模组啊它太久没更新了，导致这个字显示不出来了。在这边看了一下，到1933年的5月份就移除了，还好。左边爱尔兰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打起来了。显然我们的小弟不占优势啊，在这个决议里面找一下，国家事务里面有一个特伦威尔行动，我们可以加入爱尔兰自治省对抗爱尔兰公民军，这边加入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处于这个战争状态了。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开这个部分动员了，还是挺不错的。然后把家里面精锐部队调一下。这个帝国事务里面还能支持大清帝国和拉希德，不过支持他们好像没什么好处，这边就不支持了。我本来是准备走温和派路线的，但是发现右边这个自动化危机的国策，如果我们选温和派的话，就只能点这个后稀缺理想了，感觉强度不如这个系统社会主义下的未来啊，它是能给我们每周加稳定度的，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就缺这点稳定度。那没办法了，我们只能点这个波利特的政治局了。这边有一个要求是让我们启用这个奥斯瓦尔德莫斯利，也就是得把这个大护国公给他安排上啊。点一下这个有用的白痴。看样子莫斯利已经在筹划夺权了啊，这边就不限制他了。很快我们解决了爱尔兰的叛军，这边让我们选择如何处置。直接把爱尔兰全吞回来的话，扣的稳定度太多了，这边就拿一个阿尔斯特核心好了。接下来的帝国事务让我们处理马什里克和也门，先去把也门打了。关于这个火箭好像随便装一下就能发射了，我们先发一下玩玩，至于成不成功无所谓啊。没想到我们随便搓了一个火箭发射就成功了，看样子这个还是挺简单的。这个 AI 前期几乎没什么兵，我们打它这些地都是直接走就行了。只不过打下来的地我们可能镇压方面不太好管，到时候开个戒严令好了。东京战役陷入僵局，我们小弟居然打不过北越啊！
看来只有我们自己以身入局了。这边收拾完马什里克，赶紧赶过去。1934年帝国会议开幕，要求冰岛服从，一个是保守，一个是改革，具体什么情况不清楚，我们就选改革吧。然后再改革。冰岛拒绝了方案，全选下面好了。莫斯利的进步崇拜，这个点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点政治局了。红色主教，人们总说一个人所能遭遇的最糟糕的事物，也是他最想要的事物。在我们不断的加快速度之下，总算是把尼加拉瓜给连通了，也就减了3%的消费品啊。摩洛哥和西班牙打起来了，我们直接把摩洛哥地抢过来吧。在不停的尝试之下，我们总算是把卫星给发射成功了。接下来的话，应该就是这个载人实验了。这边激活轨道卫星还能给我们加20%的计划速度，感觉没啥用。大家种了半天民工，现在已经有100个民工了，感觉够了。接下来修这个特斯拉线圈塔，能加当地最大工厂数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地块太少了，所以先把工厂数给它拉满。线圈都铺好了，接下来就是大规模铺军工啊。总算是把这个自动化国策全点完了，最后点一下系统社会主义下的未来，把这个最强 buff 吃到手。这边把我们这局的中坦设计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吃这个 debuff， 所以中坦偏贵啊。前期先造一些便宜的，等我们把这个军事半现代化消除了，再开始造高级中坦。36年的2月份，我们成功发射了这个人员居住舱，我们赢得了这个轨道战争啊，率先进入了太空轨道。可惜这边超世界没声音啊，我也听不到什么。英国人率先进入太空轨道。感觉这个太空竞赛还是挺简单的，只需要我们不停的发射这个恒星研究模块就行了，把研究点数刷出来，刷到最后安装人员居住舱发射即可。这局显然有点太无聊了，正常来说美国是会造反的，但是他这局居然忍住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跟他选的这个政党有关系。我们已经到了37年的大选，依然是选这个工人联盟党啊。接下来国策里面有一个战时权利法案，这个要求是和法国、俄罗斯交战，也就是说我们得快进到2战了。总算是挂机到了37年的8月底啊，德法开战了。这边法国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尼德兰也给吃了，那德国劣势还是挺大的。这边俄罗斯也同时对德国宣战，意大利也是一样的，德国被3面包夹了。那就到我们出手的时候了，没什么好说的，我们之前就和德国签过条约，所以肯定是帮德国的。这边是直接和德国在一个阵营里面了，我们是帝国同盟，然后邀我进战争，同意一下。进战之后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这个燃油方面的问题了。现在我们部队都训练好了，把部队改装一下，主力师全部换上坦克，目前库存里面坦克是有18000辆啊，勉强够用。直接搞一个36宽的气坦编制吧，后面经验值够了再改。感觉东边 AI 应该能顶一会儿，我们先48个师先把法国灭了。买油的话随便买，记得把这个制海抢一下，防止船被劫了。決して屈しない
好，到了38年的6月份，俄罗斯已经被我们打的只剩几十个师了，线都填不满了，直接求和了。那我们到这边视频也差不多就结束了，打赢了2战。然后俄罗斯的3大城都变成了我们英国的托管区，还可以吧这个结局。接下来国策的话就可以点这个打赢2战的不列颠万岁了，具体的就是切回民用经济啊，这个就有点逆天了，纯粹自废武功，后面就不多玩了。